天天被上司欺负的小伙意外失忆，把自己当成残暴的连环杀人犯，威胁混混胖揍组长。早上5点半，东子根据自己的杀人日记照常出门跑5公里，可才跑了500米，他就体力不支倒在地上。他不是体力爆表的杀人狂魔吗？怎么可能跑了500米就气喘吁吁？他只好安慰自己，是因为车祸后遗症，再调理调理，一定能恢复之前的体力。一只狗在东子旁边卧倒，把他吓得直往椅子上躲。主人表示，狗的脾气平时很臭，没想到今天竟然主动亲人。难道是因为自己杀过人，所以他才这么听话？ 이놈들은 본능적으로 알아본다. 냄새를 맡은 거다. 포식자의 냄새를. 回家的电梯里，醉醺醺的混混又像往常一样欺负东子。 사람 죽이겠다고 출소하고 나서 조용히 살라 그랬는데 온몸이 근질근질거리네. 东子轻飘飘地问他是怎么杀的人，混混不知道东子竟然有这种爱好。 보통 우리 몸의 주요 장기는 뼈가 보호하고 있어. 내 눈 2개 고리, 배랑 심장은 갈비뼈가. 그럼 사람을 한 방에 죽이려면 어디를 노려야 할까? 여기. 东子指了指脖子，这里是人最脆弱的地方，大动脉的血会喷得非常远。临走前，东子还回头在脖子上比划着，把混混吓得酒都醒了。其实这些都是电影台词，他吃了没文化的亏。现在看起来凶残的他，没有失去记忆前，却是一个彻头彻底的傻白甜。他帮同事浩哥交上去的报告出了问题，公司股价直线下跌，上司不看是谁完成的，只看是谁交上去的。在舆论的压力下，组长、同事全都把东子推出去背锅。在姐姐孩子的生日宴上，股票赔了不少钱的亲家公差点对他动手，他成了让公司损失上亿韩元的罪人，成了让家人蒙羞的罪人。他不知道怎么继续活着，一个人的力量无法与公司抗衡。东子写下遗书，走到烂尾楼的楼顶，意外发现原本空荡荡的楼下竟然停着一辆车。原本就因为害怕哭得泪流满面的他，终于找到了推延的理由。原来不止东子，一个恶魔杀人狂也选择在这里结束一个人的生命。他拿起笔记本记录自己的杀人过程，被杀的流浪汉并没有死透。他用生命的最后力气将凶手的笔记本打到东子的方向，向他求救。要知道，这可是凶手最真实的笔记本，只是他的角度看不到东子，还以为流浪汉在做最后的挣扎。他朝着角落走去，可东子早已逃之夭夭。他将笔记本藏进衣服，慌张地拿出手机想要报警，却意外撞上了巡逻的警车。等凶手追出来的时候，东子已经被抬上警车，因为头撞上消防栓失去了记忆，能给他提供帮助的只有那本杀人日记。本子里的形象描述让东子忍不住在厕所抱着马桶吐。他来到电脑前查找案件的相关信息，日记上记录的竟然全都是真实发生过的案件。这下东子彻底傻眼了，难道自己真的是杀人狂魔吗？他来到父亲的烤肉店，重新认识家人，假装照顾，实则事事干涉他的姐姐。奸诈的姐夫，呆呆笨笨的老小，一切都和日记本上的内容对上了。唯一奇怪的就是被称作会长的父亲，虽然经营着一家烤肉店，但怎么看怎么不像真正的会长。 예, 알겠습니다, 회장님. 회장님이요? 原来继母是在小区里登山协会里认识的父亲，除了他，还有很多人这样叫他。一切谜题解开了，日记真的是自己的，自己真的是连环杀人犯。失忆的他回到公司，把浩哥吓了一跳，也松了一口气，因为他刚刚发现东子留在公司的遗书。为了减少自己内心的谴责，他主动帮东子完成工作，还帮他准备了咖啡，这让东子不禁感叹：变态杀人魔也会有这么和蔼的朋友吗？他把浩哥当成了任人宰割的软柿子。 나는 이순이란 친구를 커피 셔틀로 삼고 있었던 걸까? 其实他自己才是那个柿子，同时因为愧疚不敢和他对视，却被当成对自己的畏惧。组长为他举办欢送会，但所有的主角光环都在组长那里。就在他准备黯然离场的时候，一通电话打到组长那里。原来审计组经过调查，东子只是一个被推出来当枪的冤大头，下一个接受调查的就是组长和浩哥。组长将怒火发泄在东子身上，直接当着众人的面对他动手。可现在的东子已经不是那个懦弱的受气包，体内杀人狂魔的血液再次涌动起来。他告诉组长，惨死在烂尾楼里流浪汉的故事，拿着马桶盖渐渐逼近，准备在他身上重复流浪汉的死亡。这时马桶盖意外碎成2截，
在组长眼里变成更加可怕的利器。趁着他感叹的间隙，组长连忙打开厕所门冲出去报警，不料来的警察正是当时撞伤东子的小沈。组长带着他们来到厕所还原现场，东子利用自己的电影储备圆谎，可警察毕竟是警察，马上就看出了不妥。 솔직하게 얘기해야죠. 변기 뚜껑. 팀장님이 깨트린 거죠? 많이 취하신 것 같은데 지금 막 와, 엄청 흥분하셨어. 많이 드셨죠? 组长还想辩解，但霸凌东子的监控录像不会说谎，两人的地位彻底对调。东子的视若满满的绿茶，看向组长的眼神却充满威胁。 이런 일로 고소까지 하고 싶진 않습니다. 그럼 사과하고 마무리하시죠. 아니면 서해 같이 가시던지. 扮猪吃老虎，东子用的如鱼得水，可心里却越来越不安。他必须想办法找回自己的记忆。作为杀人狂魔也好，作为受气包也好，于是他来到自己被撞的地方。回忆里的他惊慌失措地跑下楼梯，来到凶手的杀人现场。一声声低语唤醒了他的回忆，正是流浪汉对他的求救。只是回忆里凶手的脸变成了他自己，东子彻底崩溃。他无法接受自己竟然有着这样的过去，而公司的事情也让他更加焦头烂额。组长虽然表面上对东子十分畏惧，实际上却勾结组员做伪证，利用东子的失忆大做文章。在审查组的第二次对峙中，组长说东子也出席了那次酒局，还拿出了组员按了红手印的陈述书。东子辩无可辩，可也不是以前那个坐以待毙的自己。他在网上匿名将真相公之于众，很快舆论一片哗然，连同事也在讨论是谁干的。东子突然出现，邀请他们吃烤肉，实际上偷偷打开了手机的录音，录下他们的口供。这时经常欺负东子的混混也出现在餐厅，他走到东子旁边，故意找事借机发难。东子支走同事，站在原地一言不发，混混就以为他怕了，走上前去对他动手动脚，更是打了好几个耳光。东子父亲一看这阵仗，直接给他们跪下，看着父亲卑躬屈膝，东子的眼神变了，他掀翻烤盘，拿着滚烫的热油走向躺在地上的混混，一脚踩在他的胸口上。领头的人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 小混混们瞬间乱成一团。 그걸 그렇게 크게 말하면 어떡해요? 아저씨가 봤어요? 나 사람 죽이는 거? 躺在地上的混混哭着求饶，他只想知道是谁要害自己。原来公司的徐经理因为他搞乱计划而怀恨在心。东子在红色日记本上写下徐经理的名字，笔迹明显和之前的不一样，但他却以为是自己的手还没有从车祸中恢复。 사진 날 죽여주마. 난 사이코패스 연쇄살인마니까.